我叫李梦洁啊，我知道各位不认识我，认识，OK，给不认识的朋友说一下啊，我也不是什么素人演员，我上过互联网一档很红的民生节目《1818黄金眼》，我是因为跟一对狗和情侣吵架吵输的上那个节目，那个节目谁都可以上，但能从那里火的没有一个正常人。告诉你们，我对吵架的态度是我肯定吵，我不怕输，但必输。生活中我有一种人我不敢吵架，就是打车遇到路怒的司机，方向盘在他手上，尤其是一些北京路怒的司机，因为他们喜欢说话直截了当，还喜欢绕弯子，感觉是有厂牌的，像个 rapper。边开车边 diss 别人的车呀，哎，他开那样配开那么好车吗？配开那么好车吗？一直在酸别人的车，感觉他还不是普通的路怒，他是个路怒 lemon。骂着骂着，突然转过头就问我：“这么短的路，你为什么打车呀？我为什么能拉到你呀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我为什么打车？因为我原生家庭有问题。”我一步都不想走，我现在有钱了，我就想打车。他说：“可是你打的是特惠快车。”我说：“这就是为什么你能拉到我，我叫的就是特惠快车。”他们总喜欢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我们身上。我之前在南昌演出，遇到一个又路怒又内耗的司机。当时很晚，他送我回酒店，我坐在后座，他开着突然就大叫了一声：“我真的好笨啊！”我说：“啊，我闯了个红灯啊！你说那么大的红灯，我怎么就看不见呢？我笨不笨？为什么要问我呀？那么大的红灯，你为什么看不见呀？因为你在刷短视频啊，对吧？笨不笨？我怎么说？你好笨的，咱俩要出车祸死了，就是被你笨死的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闯红灯什么后果吗？扣分，还扣200块钱。我今天赚的不是特别多，我只能承担100块。”我说：“大哥，哎，大哥说可以 AA。”我说：“不可以，是你玩的手机。”他开始自己安慰自己，我理解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在安慰自己的过程当中跟自己谈崩了。他跟自己吵起来了。他说：“你知道赚200块钱有多么不容易吗？”兄弟，好像很多人赚200块钱都不容易，大家都挺辛苦的，不止我一个。但是有人赚200块钱就很容易啊，那个红灯咔嚓下就200，咔嚓下就200，我已经听不懂了。他觉得红灯赚钱太容易了，红灯咔嚓下就200，他是拍立得吗？他已经开始眼红红灯了，开始抱怨社会。他说：“我不容易，我赚的不多，我买不起房，不，我现在好想死啊！”我说：“大哥啊，现在吗？不能跑完我这一单吗？就差2公里了。”我当时听了真的很生气，因为我不想死。我也不想他死，我的大脑很混乱又很燃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喊什么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好想死啊！”我说：“笨蛋！”大笨蛋，别死！不就是个灯吗？有用，他脸红了，像红灯一样。有用，因为他最后把所有的问题归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。他说：“特朗普坏蛋，欺负我们。”我说：“对。”他说：“那100块。”我说：“100块给不了。”他还是很生气，我必须要安抚他，不然他真的可能会出一点问题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演，我自己想到一个好办法，你们不要轻易的学。我说：“哎，大哥，等等，我突然想到了，你说的那个红灯，该不会是上个那个红灯吧？那个红灯他不拍。”我很后悔说，因为我说完之后他就低头玩手机了。他说：“哥们儿，今天遇到个好事儿啊，咱们今天吃点好的，哥们今天多赚200。”我说：“哎，你不是没有被扣这200块吗？
大哥说你乐观一点。我刚才有点失态了，没扣就是赚200。他越乐观我越难过，我哪知道那个灯拍不拍呀？我第2天就离开南昌了，他可能7天之后才会收到那个罚单。你很难想象7天之内，他再过那个红灯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？如果前面没有车，他撒，后面乘客说：“哎，有什么东西在闪？”他说：“应该是闪电吧。”7天之后收到罚单，交警很生气，交警说：“你笑的也太嚣张了，你看看你。”大哥那么乐观的人，看着那些照片，肯定会发一个小某书：“家人们谁懂啊？闯红灯拍到了人生照片哦。”这个路口的红灯也太出片了。但下车之后，我还是告诉他，我说你好好开车，那个灯会拍，以后不要玩手机了。这个段子是我5年前写的。特朗普下台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讲过了。5年了，特朗普回宫了。我很开心讲这套内容，因为去年我遇到了跟司机一样的问题，我共情了他。去年我参加节目，首轮淘汰，我刚淘汰完之后，童漠男就下来安慰我，我说你不要安慰我，我自己能安慰自己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说大家都挺难的，演员都不容易，那不止我一个，演员被拍灯本来就挺难的。但有人被拍灯就很容易啊！我说你不是说我段子没问题，肯定能拍吗？他说我哪知道那个灯拍不拍呀？我哪知道拍不拍呀？拍了。这是童漠男说的。他说我哪知道拍不拍啊？我说我真的很难过，我参加了综艺，我觉得没有人喜欢我，我不想再参加比赛了，我可能只能演小剧场了。他燃了，他说不就是个灯吗？你至于吗？灯我给不了你，但寻找王医生天津站1700人大剧院开场你来吗？我说来。非常感谢童漠男，我讲这段子其实就是为了感谢他，因为他拉了我一把，谢谢你们。讲到这里。你们好，我是秋月2楼朋友，你们好。哦，对，还有我是一名滑雪教练啊。对，然后上一轮比赛我非常激动啊，主要是因为我晋级了。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台上看见了春春，因为他让我想起了我的2005年，因为那一年我也参加了超女。真的，当时我就是被那个节目的 slogan 吸引了，想唱就唱。他宣传的是平民选秀啊，但我想说人呐，真的会反复踏入同一条河流。20年后，我又被另一个 slogan 吸引，每个人都能说5分钟脱口秀。那一年我刚14岁，懵懂无知，有点懵懂，格外无知。真的，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，是因为我的同学在课堂上塞了一张纸条给我，他说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哎，我都不知道啊，啥机会？丢人的机会。当时还是非主流时期，我还梳着一个齐刘海，我还有个底线，就是绝对不能让风把这刘海给吹劈叉了。所以我总有一只手在刘海的上方不停地拍打，像这样。而且校服袖子从来没有好好穿过，甩到最下面，然后扣在嘴上。哎，有画面，想起来了。双腿内扣，往左再往右。我还有2个朋友，他们跟我不一样，他们是斜刘海，斜刘海就是挡住半只眼睛的那种。他们俩一个往左斜，一个往右斜，2个人站在一起，勉强凑出1双眼睛。你们看着网上那个陶喆的图了吗？他们俩一个陶喆，一个哲陶。我们
们3个是一起报名的，一起报名。但现在想想，你当时的节目真的没什么门槛，我们3个这个造型全都选上了。当时我选择的歌曲叫做《刺激2005》，没听过吧？当时评委也没听过。它是一首串烧歌曲，太前卫了，没有人拿串烧参赛，一般也就串个2、3首最多了，我串20多首。我想做人呐，咱得留几首，这首不行还有下首，一首接一首，我都给老师串迷糊了。老师刚听出什么歌的时候，换下一首了。你想想，当初春春从海选到冠军，也就唱了20多首歌。我海选一次性全能唱完，我唱了30多秒的时候，老师不让我唱了，但我已经唱了6首歌了。评委老师还没有放弃我，他问我：“哎，你还有什么别的才艺啊？”我张口就说：“军体拳。”真的，那我每年年过年表演才艺都表演的军体拳啊，我爸教我的。我爸说部队每天都打军体拳，我爸都没当过兵。跟我一起去的陶喆和哲导给老师表演了一个我是白云，我是黑土。他们以为自己去的刘二根大舞台。我打完拳问评委，我说老师你可以点评我几句吗？老师愣住了，他都没想到我能问出这样的问题。老师想想说，你穿的毛衣在电视上看起来不好看，颜色太花了。老师没点评我的歌曲，也没有点评我的才艺，他点评我的 OOTD。 什么叫做颜色太花了？我不懂，我回家看电视我都没看出来，我家黑白电视只有雪花。而且当时家里确实蛮穷的，毛衣都是妈妈给我织的。她织的时候啊，本来是一个淡黄色的毛衣，她织发现线不够了，所以家里有什么线她就用什么线，拼接成一个串烧毛衣。后来我知道，其实唱歌好听的老师根本没有问才艺，就是问我们这些。我后来想想，是不是就要把我们选入那种搞笑集锦？你们应该看过吧？就是那种我的情人。对不起，我疯了啊！真的，我现在看那种搞笑集锦，我根本都笑不出来，因为我太害怕看着看着，我下一秒就出来挥拳了。真的，就是谁能想到那个视频呢，能被保存下来，还留这么久？但是我挺怀念那时候人的精神状态的。这人呐，怎么能那么勇敢，那么的自信？我现在我当时淘汰了，我都没想过是我唱歌有问题，我以为我是毛衣穿错了。很多人问过我说你写这篇稿子想表达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他说是不是因为春春在这里你才写这篇稿子？我说是啊。要不然我都忘了。好，我们3个当初一起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说好了这事儿永远不要再提了。20年过去了，真的谁也没有再提。我最近因为写这篇稿子，我特别着急，想回忆情节，我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说什么超女我不知道。他说要写就写你自己，不要提我们。好的，李欣、张艺轩。我提他们不是为了别的，我就是想显摆。当初20年前我们3个在一起，20年后，我跟当初我们的冠军在一个节目里。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太奇妙了，喜剧给了我无限的可能性。我想我都当教练了，我都滑出去很远了，没想到又滑回搞笑的圈子里。所以当初我现在想想，我还能回到当初超女的舞台，我仍然会穿那个串烧毛衣，唱那个串烧歌曲，但是我应该换个才艺了，我会选择脱口秀。我说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，我是68号选手邱月儿我是一名滑雪教练。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呢，
是因为我家那边雪化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你这么快？其实，这个长相也是有烦恼的，因为我们经常最近录节目嘛，就录到深夜，有时候太忙了，我就带着妆回家。我楼底下那个保安造谣，说我从事不正经的行业。最近我都是在棚里卸干净了再回家，他又在传，说我最近生意不好。这还不是最倒霉的，最倒霉的是我最近被诈骗了。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被骗了，以前我去陕西那边看了个兵马俑，都遇上了个假的，有好多埋了一半的兵马俑，导游告诉我们，游客可以亲自参与挖掘。哦，这种游客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山东人就喜欢搞点挖掘。没听懂，挖掘机。啊！忍不住下去挖了几下，上来之后导游说体验费200。那时候在反省自个儿，就自个儿的原因，社会经验不足，因为人家特别明显的提示过我们，带我们去看的是兵马俑坑。最背的是，当天晚上还入住了一个兵马俑主题酒店。那个酒店的特色就是你睡在床边上，一边杵了6个兵马俑。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，根本睡不着觉，逼得没办法了，就找了支笔，把他们都改成了斜眼。然后第二天赔了1200。然后我觉得我的防骗意识就上来了嘛，因为我们4大的 group 天天在一块写稿，只有我没跟着呼兰炒股。我就觉得我可以了，我甚至能扛住熟人作案。结果最近还是被人在游戏里边诈骗了。我玩的是一款叫 QQ 自由幻想的游戏，是一个超女时代的游戏。那个游戏现在里边都是中老年玩家，我们给游戏官方提意见，都是希望他们把游戏字体调大一点。平时超级淳朴，没有想到会有骗子冒充游戏大佬。我要找的大佬叫满船星河压青梦，那个骗子叫满船星梦压青河。确实是我没看清楚，但是很难仿，因为我们山东人平时说话就倒装。我的元宝、坐骑、衣服、裤子全被骗光了，就裸着站在游戏里边最繁华那条大街上。新手也是有新手装的，你光着一看就是被骗了。没有人会怀疑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就是太热了。然后气得我就在游戏频道里边骂他。我虽然会各种修辞方法，我能骂他天花乱坠的，但是那一刻我选择了最原始、最泄愤的骂法，然后就被禁言了。气不过，我又跑到游戏论坛去骂官方为什么不把游戏字体调大一点。那些游戏装备加起来差不多有1万块钱左右。然后我就赶紧打电话报警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人在那种状态下是语无伦次的。我打电话我说：“警察同志，有个人骑着我的兔子跑了。”警察说：“你沉住气说，请问你是喝酒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就是有个骗子把我东西都骗了，我刚买的兔子和枪。”警察说：“兔子不重要，你主要说说枪的事。”后来说清楚了，警察说一会儿有专门的反诈民警上门。我们家还挺乱的，我怕反诈民警认识我，我就赶紧收拾东西。但没想到警察出警太快了，一开门来2位警察说：“哎，你们家报的不是被诈骗吗？怎么像入室抢劫呢？”然后问我说被骗了多少，我说差不多1万多块钱吧。我媳妇说：“你哪来的1万多块钱？”我瞬间就知道了为啥贪官被偷了不敢报警。然后我媳妇就跟警察一块查。一个查钱怎么没的，一个查钱怎么来的。警察说：“你们跟着我们去局里做一个笔录吧。”我说：“能不能你俩先去？要不我怕别人以为我怎么着了。我们行业现在很脆弱。”然后警察说：“没事儿。”刚到楼下，那个保安说：“终于落网了。”
我坐在警车上思绪万千。我那天特别能理解被草船借箭时候曹操的心情。诸葛亮这个大骗子，当时就是欺负曹操没看清楚，骗了人家10万支箭，把人家装备全骗光了。而且多贪婪，一面插满箭还要插另一面，正面装完还得倒装。10万支箭，多少钱啊？曹操攒点钱容易吗？尤其曹操还好几个媳妇儿。越想越气，我打开了三国，找到那一集，发了个弹幕：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发完还没解气，又给唐国强老师发了条微博私信，我说以后别啥垃圾角色都接。去了派出所，去做笔录，当时第一次感觉到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。关键是游戏装备很难定损，警察说想登录上去看看，问我账号，我告诉他了，问我密码，我说我自己输。警察说你合着防我呢是吧？他说你们这个交易有什么保护措施吗？我说有那个交易保护，就是每半个小时才能进行一次大额交易。警察说合着你被骗了好几个小时是吗？我说没有，因为那个骗子在 QQ 上手把手教我解除了交易保护。警察说那别的保护措施呢？我说也有，我让他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当时我旁边还坐了一个被诈骗的姑娘，一直在那哭。听我讲完受骗经历，她开始笑了。她说你好笨呀。但是幸好报警报得早，警察和游戏公司一块冻结了骗子的账号，我大部分装备也被保住了。我和骗子的聊天也截止到了你们有超过1天未互发消息，小幸运已熄灭。其实这2天一直在纠结讲不讲这个事儿，我怕我讲了这个事儿，全天底下的骗子都知道我好骗了，都来骗我，然后跟脱口秀观众一样发一个打卡孟川成功。但是现在想明白了，你们看过《三体》里边的黑森林法则吗？就是你主动暴露坐标，有人盯着我，但是他们一旦出手，也会被人盯上。我愿意给反诈工作打窝。谢谢大家，我孟川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Echo。今年我整个夏天都待在上海，我觉得上海的男生穿搭还比较潮，他们喜欢叠穿哈，但我们那边的男生呢，还是走极简啊。因为很多次我特别想问他，我说 Hello， 帅哥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对你刚才在那儿蹲下的时候，对你有没有发现你屁股给我露出来了？你的风格到底是极简风还是后面有风？那么重要的部位露出来，你们不要命了？哎，但是我也能够理解，你们敢露，是因为你们信任这个世界。不会有一天我在路上，我走着，我发现屁股沟。颠沟假的。顶级呈现。这个世界对我们不一样，你们男生可以随意下蹲。那天我上网，我竟然发现有人还在教我们女性如何优雅下蹲。有没有看过那种视频？一个穿旗袍的女生走在路上，东西掉了，正准备弯腰下去捡，突然一个女生出来说：“你给我等一下。”我唱着他乡遇故知。为什么呀？还有这么一段啊？一点也没在上面呀！一个下蹲花我4个8拍。女孩们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这样下去我们什么东西都抢不到。早高峰地铁我晕晕乎乎的，看到一个位置一个箭步上去，我唱你别唱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扇子也不能扔啊，还可以盖住别人屁股沟。有一次我坐高铁的时候，旁边那个大哥拿行李，我真的很想上去帮他提一下裤子，但我觉得不太礼貌。要是有钓鱼竿就好了。哎，我就在想，是不是你们只要自己看不见，你们就可以当危险不存在？难道这就是你们男人的勾股定理？不要误会我，不要误会我，我不是想在街上去看男人的屁股沟，但我
走在路上，我总能看得见，我就在想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后面我想通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，真的。因为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当然了，不要误会我啊，我是想让男人不露屁股沟啊，不是说我想争取露屁股沟的自由。不要误会，我不希望节目播出之后收到私信说在吗？看看屁股沟。这个世界对我们不一样，你们信任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好像不太信任这个世界。我对我自己的身体都不太信任，比如说月经，月经是女性子宫内膜的周期性脱落，但是我们所有女人都知道她的脱落没有任何周期，她乱来。第一天感觉要来没来，第二天感觉要来没来，第三天老子不管了来了。哎，关键是那几天也要提前垫卫生巾，卫生巾是很贵的。上天能不能重新设计我们的身体？真的，我觉得月经啊就应该按财产分配，真的。有钱的女的多来几天，算了，有钱的男的也来，资本就得流血。每个月买卫生巾至少花我50块钱，还没有算上暖宝宝、痛经药、洗衣液。肯定很多男生会问，洗衣液是拿来干嘛的？哦，那是我们痛经的时候喝的。对。所以月经才是蓝色的，对。有一天我发现我13岁来月经买卫生巾花的钱跟我30岁一模一样，但我13岁没那么多钱，是不是上天设计我们的身体又设计错了？真的，能不能我13岁就绝经，60岁迎来初潮，60岁正是来月经的好年纪。我跟你讲，那一天我都大大方方发微博，我说老娘来了，月经和退休金都来了。下面还要加一个标签哈，关爱初潮老人。月经乱来，有的卫生巾品牌也乱来。我记得有一个品牌有一年出了一款负离子的卫生巾，主打的功能就是清凉、透气，让你在夏天用的时候可以从下凉到上。我用了它的卫生巾，那天我感觉自己很冷血，太冰了，那玩意儿太冰了，真的不是你铺的是负离子吗？我感觉随便去火锅店前台捞了10颗薄荷糖给我铺上去了。你知道那天我用完我走路哈，我感觉下面在吹口哨。我从来没有因为月经而请到过假，从来没有。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一个人类可以因为身上任何一个洞流血而请到假，月经不行。老板，我请个假，对，我流血了，对，流了7天了。你哪里流血了？我下面流血了，无人在意，跟你们现在的反应一模一样，无人在意。所以我觉得上天设计我们的身体又设计错了，真的。我觉得月经它不应该从我们的下面流出来，真的。我觉得最好，真的最好，可以直接从鼻孔里面飙出来，真的，每个人都看得见了。我飙7天鼻血，我还在那里讲 PPT。老板都看不下去了，老板说 ：“Echo， 你没事吧？为什么你有个鼻孔流血流那么多？”说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侧漏了。OK， 我知道月经来的时候会显得我们很脆弱，但它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体就是很弱的。张伟丽大家都认识，对不对 ？UFC 无限制综合格斗的冠军，女性力量的绝对代表，她赢了，每个人很开心。但是下面还有人在那里评论说，张伟丽赢了确实不错，但你毕竟是女的啊，我要来打的话也可以打得赢张伟丽。你要去打张伟丽，你先把你的裤子提一下吧，真的。我可以这么跟你说，张伟丽可以边来月经边打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Echo。大家好。
我是王大刀。我从小开始，我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我很谨慎。我小时候一个人走在街上，我就会看后面有没有人在跟着我。如果感觉后面有人在跟着我，我就会走很快，对吧？大家都会走很快。如果我发现他也走得很快，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害怕了，我就会我从小到大老是遇到一些变态，有时候我都想是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就问我朋友，我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变态？他想了一下，他说今年还没有。我就想起很早之前我遇到的一个，是在大学的时候，大学有一年，我一个人走在学校外面的步行街上，有一个60、70岁的老头骑着80年代的自行车朝我骑过来，他的头特别的秃。当时建设银行的蓝光和建设银行旁边卖衣服的红光打在他的头上，随着他的移动，我以为有辆警车开过来了。他开始慢慢的逼近我，当我们两个只有半米的时候，他开始以我为圆心，开始骑车画圆。我当时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发消息给我朋友，我说有个死变态以我为圆心在骑车画圆。但是他画得太圆了，我全程看不到他的侧脸和后脑勺，他的正脸死死地对着我，我是一个移动的圆心，但是他画的每一个圆的半径都保持一致。我当时觉得他骑了个派。就这么绕了几圈之后，他终于说话了。他当时死死地盯着我的那里，他说：“看看。”朋友们不要担心，我没有给他看的。我当时想看看，他的用词也太精简，他的语气也太傲慢了。他没有用询问语气，可不可以看看？他也没有用主语，我可不可以看看？没爱看看。他只用了2个字，就让我的情绪这么复杂。我不可能表现出害怕或者是惶恐，让他觉得他骚扰到我了。他得逞了，而且我要比他更精简，更精简。所以当时他说看看，我说啊，他以为我耳背。他又说看看，我说啊，他说看看，我说啊，他说看看，我说啊，他说看看，我说啊，我俩阿卡贝拉。就这么几个回合之后，他可能觉得他今天看不了了，他就骑着车走了，消失在暮色当中。那个时候我的腿已经吓得就是腿发软嘛，就是我一个人就走回学校。然后朋友问我，他说王大刀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化解这个变态老头对你的影响的？我想说没有什么影响啊。他说那你现在为什么在骑车画圆？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在路边等人什么就会骑车画圆。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我19岁的时候遇到这个老头变态，我真的觉得他当时走的有点太轻松了，他全程连车都没有下过。我想如果我现在穿越回10年前，我再遇到他，我不可能让他走得那么轻松了。假设我再遇到他，他又骑着自行车开始以我圆心，开始骑车画圆，盯着我说看看，期待着我的害怕和惶恐。我就现在又看你俩懵了对吧？老头也是，就是毫无逻辑。然后我直接上动作，我直接起舞，他也不骑车了，他把车停下来看着我，他没有见过我这样的女人，他害怕了，他觉得我有病，他就骑着车仓皇逃离现场。我看他没有任何的回馈，我就眉飞色舞的追上去，然后我开始以他为圆心，
我 circle 他。然后我会笑着跟他说：“我说 The show must go on。”你知道我是19岁的时候遇到的这个变态，我现在29岁了，10年了，我经常想起他，我时常觉得我没有真正的战胜这个老头，因为我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回到19岁，真正的给他一枪或者给他一个巴掌之类的。但是我朋友说对我10年了，他应该已经死了。我想我会去到他的坟头看看他，在他的坟头，我旋转跳跃，他闭着眼。然后我会长久地凝视着他的坟头，然后我会问他，我说还看吗？谢谢大家，我是王大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胜。还是得讲脱口秀呀。这但凡在外边观众有这种欢呼和掌声，我只会好奇，我说这后边又是谁出来了？比回到脱口秀更让我开心的就是我过年回到我们村里。今年过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们全家的视频传网上去了，因为我长得很像我爷爷、我爸和我哥。然后网友就说我全家共用一张脸，说在视频里看到了我的一生。就是我爸现在出门都经常被人说，哎，你长得好像徐志胜呀。确实过年的时候有很多人去我家里拍照，还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天天去。就你们见过60、70岁的私生饭吗？就他们真的跟年轻的私生饭还是很不一样的，就他们真的有可能在你家里吃饭呀。而且他们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，那我在他们眼里那都算养成系艺人，知道吗？手里全是我的黑历史，在那一遍遍的说呀，说志胜，你还记得你当时偷谁家玉米吗？你还记得你当时打碎谁家玻璃吗？我说你还记得咱去年讲过一次了吗？然后我村里现在特别关注我的信息，但他们有时候也看不太懂。之前有段时间网上说我是那个理想型男友嘛，我也不知道在我们村里咋传的，后来又传成了说我在外边交了好多女朋友。我奶奶都着急了，给我打电话说咱徐家可不出这种人，你赶紧都给他们断了。我说奶奶，你把村里的网断了就行。然后我们山东过年还要挨家挨户去磕头，因为以前啊会摆着一些老人的照片，过去老人照片会给老人磕头，但现在也不摆照片了，都开始放电视了。就是我还在那磕着呢，他已经把电视打开放我的脱口秀了，还在那哎，这是你吧？是你吧？那么关键是我的脱口秀视频里边不光有我，他还会切别人的镜头。就你们给张绍刚磕过头吗？就我咣3个头磕完，张老师在那儿说感谢志胜带来的精彩表演。还有人带着孩子去的，在那说赶紧让大明星抱抱，让大明星抱抱。这以前都不让我抱呀，因为他们说谁抱多了就容易长得像谁。就我以前还生气呢，现在明白了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我们老师还带着学生去那参观我，给学生说你看这个哥哥，就是因为好好学习，才能讲上脱口秀的。那是我觉得脱口秀最正面的一次。他还在那给我要签名。我都急了，我说我小时候模仿我爸的签名，你也不要呀。但孩子很开心，回去之后还找到了毕业照，然后发了个朋友圈说爱图，我赶紧给他评论，我说老师，你发的这张毕业照是我哥的。
最离谱的是啥呢？还有人去我家里给我表演节目，一个在抖音上唱歌的大哥去我家里给我唱了一首好汉歌，然后要拜我为师。我说，大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只是刘欢乐在人间，但我真的不是刘欢呀。他还在那里问我说，能不能带他上春晚？我说实不相瞒，为师现在也上不去了。那么山东过年还经常会喝酒，而且如果你们去过山东，你会发现山东最擅长的都不是喝酒，是劝酒，那全是道德绑架呀。我现在去，我只要说，我说今天不喝酒了，他说行，你现在大明星了，哪能给我们喝酒呀？我说那就喝一杯行不行？他说行，你现在大明星能给我们喝一杯，就已经是瞧得起我们了。有时候我还被拉着去陪酒，你知道吗？关键是我也不会劝酒，我就只能在那我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大明星？好了，讲这里，我是我们村的大明星徐志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快。我今年39岁，人到这个年纪吧，经常会有一个感觉，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慢了。前一阵我去打篮球去，打2个小时，累得都不行了，走出一看表，才过15分钟啊！当时觉得挺丢人的，想扣一个篮挽回一下颜面，给场上那些00后都吓傻了，因为他们打这么多年篮球，从来也没见过粉碎性骨折啊！而且我最近真的越来越意识到，我们这种中年人其实很难讨人喜欢。因为前一阵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，我发现好多男同学吧，鼻毛都开始长出来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男的鼻毛长出来那个样子啊，就感觉他突然间变得非常有魅力。因为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，所有的目光都会被他的鼻毛所吸引，你看不到任何东西了，真的。我第一时间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的，不可能，根本做不到。没有人能够忽视房间里的鼻毛啊！而且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发现啊，鼻毛就像 OOTD 一样，其实有很多种风格。有一个同学的风格呢，就是比较偏异域风情一点，因为呢，他只露出了1根2根，这种风格呢叫路易斯啊。好无聊。还有一种风格吧，就非常的乐观，因为他那个鼻毛吧。他一乐，你就能观看到啊，微笑刺客啊。但是那天最让我觉得震撼的是我们的班长，他的鼻毛看上去吧，非常的有文化，因为你总感觉他鼻孔里边塞了2个沾满了墨的毛笔尖儿。你知道毛笔啊，有猪毫，有狼毫，我头一回见人毫啊，这就是人中豪杰啊。真的，因为当时的场面实在太过震撼了。那天他跟我说了很多话，我一句都没听进去，我一直在那盯着看，看到最后让我忘掉了社交礼仪，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：“我说，你鼻毛怎么这么长啊？”哥们儿回复了我2个字，颠覆了我的人生观啊。他说：“帅吗？”帅吗？朋友们。我可以接受他指着我的鼻子骂说关你毛事，但是帅吗？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，这有点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了。我说谁告诉你帅的呀？他说你凭什么定义帅？一句话给我问住了，我当时就感觉自己鼻毛短，见识也短啊。紧接着我用我残存的理智做了最后的挣扎，我说可是从来也没有人定义过鼻毛是帅的呀。他说从来如此便对吗？上深度了。我这个时候看他的鼻毛已经有点像鲁迅的2撇胡子了。但你知道人在被人怼的说不出来话的时候，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承认错误，而是换一个角度继续攻击。我说可是你鼻毛这么长，它多脏啊。他说鼻毛是呼吸系统的第1道防线，能够有效阻拦空气中60%的灰尘和细菌。现在这些东西都被你吸进去了，你凭什么说我脏？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美学上和科学上我都输了。
那天晚上我回家反思了很久，觉得自己做的还真的不对，因为鼻毛和睫毛相比，只是出生的地方不一样，理论上来讲，这都算是地域歧视。我都能想象有一天睫毛碰见鼻毛，肯定会一脸嫌弃的说：“哦哟，还是个外地毛啊！”所以我第二天就特意找他去跟他道歉。哎，他把鼻毛给剪了，而且很明显他没有用专业的鼻毛修剪器，他就是拿指甲刀剪的。因为以前他的鼻毛是2个尖儿，现在是2个面儿。我说你要剪你就剪干净，你为什么要留2个面呢？他说你不觉得男的这样看上去有2把刷子吗？你不觉得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。我前一阵刚写完这个段子，在开放麦试的时候，有一回下台以后，就有一个男演员跟我说：“你这个鼻毛段子以后别讲了，实在是太恶心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凭什么定义恶心啊？”后来他就跟我说：“你这个段子会让人感到不适，你就不能讲。”我很不理解这个逻辑啊，为什么感到不适就不能讲？那我小时候一上数学课就感到不适，我也从来没跟老师说过今天这个三角函数有点令人作呕了啊，给我来一段2人转换换口味啊，那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他又跟我说，你不要狡辩这些，说今天录制现场所有的女观众听到你说鼻毛2个字的时候就不会给你投票。我说你凭什么默认女观众的接受程度就不如男观众呢？啊，以小人之心夺姐妹之腹，是吧？他跟我说，就算现场观众接受这个东西，你这个东西放到网上一定会被骂的。然后他就把我这篇稿子发给了 AI， 让他用最阴暗的逻辑去 DeepSeek 一下，给我总结出了几条舆情风险。第一条，书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说我抹黑了传统文化，可能是个日本人。第二条，他模拟出了一个在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，说我们的空气中就没有这么多的灰尘和细菌。第三条，他说这个段子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，因为外国有很多人叫路易斯。念完他还问我这回怕不怕？我说这个 AI 不是真人，但真不是人啊，真人是不会这样 DeepSeek 的啊。他跟我说，你如果执意要在节目上讲这个，你要顾全大局，因为他说你讲这个东西会让人觉得脱口秀很低俗。实话实说，这一点我真的没想到。脱口秀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吗？啊！我跟你们讲，我甚至觉得脱口秀的某些特质就像艺术界的鼻毛，你们仔细想一下，他们都有一些尖锐的东西啊。容易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力，也会让一部分人感到冒犯，但是也很容易被剪掉啊。哥们儿听见了说，对，你就等着被快剪吧，到时候你就是脱口秀的鼻毛。我告诉你，你拿这段上节目讲，你肯定会被淘汰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，反正我是准备了一份淘汰感言啊。很遗憾，今天没有晋级啊，但是笑了的观众，你们好，你们的人生从此少了7分钟的恶心，多了7分钟的快乐。这就是拓展喜剧边界的意义啊！没笑的朋友，你们也好，虽然你们不愿意承认，但其实咱们是一类人，咱们都是对喜剧有自己的坚持啊。但是结果你们也看到了，有的时候坚持不一定有好结果啊。很多人跟我说，我选择这篇风险非常大的稿子，非常的愚蠢。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就是明知道会失败，但是仍然选择坚持的这种行为，帅吗？帅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快。
1楼、2楼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韩大狗。哎，等了几年，今年第一次上节目，很激动。为了上镜好看，我一直在减肥和护肤，当然鼻毛也刮了啊。反正我不相信幽默是男人的医美。我前2年减肥节奏很规律，每年1月报名完节目开始减肥，5月通知我上不了，开始暴饮暴食，每年循环。我是嘴很馋的人，我就很想找减肥的捷径。电商平台老给我推送减肥期间可以吃的低卡零食广告，都说馋了来一个，每个都不到1颗苹果的热量。你们有没有刷到过？什么山药做的辣条，魔芋做的毛肚，甚至还有鸡胸肉做的牛肉干。我全下单了，现在吃的比减肥前还多。我每天的零食约等于37个苹果，医生不敢远离我。每年都有新的噱头，我上一款还没吃完，商家又推荐我买下一个。以前流行什么燕麦、藜麦、荞麦、全麦，反正是全麦给我了。搞了款全麦饼干，做成一根根棍棒状。它的广告文案是饿了就拿出来磨磨牙，一听就很适合韩大狗。我吃了1个月，成功减轻了3颗牙齿的重量。现在又流行什么消炎抗衰的超级食物，怎么哈佛大学净研究减肥啊？这些食物你在中国都很难看到，什么牛油果、奇亚籽、羽衣甘蓝，听着像神奇宝贝进化了。甚至还推荐一款来自非洲的粗粮，叫库斯库斯米，我还皮卡丘了。都想到去非洲找食物了。你以为非洲人瘦是吃了这些吗？不是宁可饥荒都不吃这些吗？我也吃过那个羽衣甘蓝，还不便宜，和吃氯化钙一样。后来一查，羽衣甘蓝早期引入中国就是作为观赏盆栽。那我去公园吃，无限量畅吃，直接问园丁哪里长得高了，我去啃2口。商家就喜欢给我们制造伪需求，越想偷懒，买的东西就越多，护肤更折腾，都不让你偷懒。我感觉所谓精致护肤的坑比我脸上都多。我想认真学一下护肤，我上网上搜男士护肤，刷到一个视频，他说男士精简护肤的5个步骤，精简完还有5个步骤，太看得起我们男士了。我们只有1个步骤，把水泼脸上。大部分男生都很糙的，洗个脸啥东西都不用，刷牙甚至都可以不带漱口杯，可以说是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那几个护肤步骤对我也很复杂，先洗脸，再用洗脸巾把脸擦干，再往脸上涂爽肤水。我说我都多余把脸擦干。光保湿这个步骤还分出2个产品，乳液和面霜，都不知道有什么区别，跟2个脱口秀节目一样。可能2个节目都觉得自己是面霜，水分少一点。光是洗脸这个产品，商家营销也充满各种刻板印象。我感觉男人的脸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清洗的东西，男士洗面奶都是主打强效清洁，感觉不光能当洗面奶，可以用作沐浴露和洁厕灵。很难见到不是黑色的男士洗面奶，直接来什么活性炭，这不是去甲醛用的吗？还有最经典的火山泥，感觉我脸上有灭霸一样，搞得我现在心中对洗脸的成见是一座火山。感觉男士洗面奶都不是生产出来的，是他们开采出来的。接下来要探索太空了，难怪马斯克那么想去火星，就为了找到下一个男士洗面奶原材料，去油腻。马斯克说电动汽车好造，美国爷们儿要脸。
但我不理解为什么女士洗面奶卖的更贵。我甚至看到一款女士洗面奶提取自大米精华，还不是库斯米，还得配合他家那个糙米水一起用，卖300块一套。男士洗面奶火山泥29.9块包邮，这才是资本做的局。我翻开《资本论》，看到马克思说，资本来到世间，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。资本说，对呀，这种情况很容易堵塞毛孔，所以推荐这款深层清洁洗面奶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韩大狗，再见。大家好，我叫孙书恒，然后我今年28岁。28岁是什么体验呢？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27、8、9这3个年纪的朋友啊？就谢谢。就这3个年纪，你还是年轻人，但你没有那么年轻了。你年轻的时间有限了，你年轻到头了，你懂吗？就是28算不算年轻？绝对算年轻。但是28那种年轻，他跟18那种年轻，他不是一个年轻的。前两天别人问我多少岁，我说我28岁，他说哦，还很年轻。你就明显感觉出这是一句客套话。他的眼神里没有恨了。你知道我18的时候，别人问我多少岁，我说我18岁，他说你好年轻啊。嗨，我生怕失去自己的年轻人身份。我每天刷10个小时短视频，但我还是有些网络用语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还得去查。你们有查过网络用语是什么意思吗？你完了，你开始学习年轻人怎么说话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学了也没用，就是你年纪越大，你能用的网络用语就越少，是吧？像什么家人们大无语事件发生，我最多还能再用3月。再像什么尊嘟假嘟，压根儿没用过。再像什么我是奶龙，哎呦这。我都羞耻。我勒个兜，我勒个兜，哎呦！我勒个骚缸，咋说出来的呀？这些话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能说出来这样的话呢？到底是在他说在年轻的时候。28什么感觉？就是你不新鲜了，你懂不新鲜吗？就你也不是坏了，但你也并不好，你就是不新鲜了。我记得我新鲜的时候，我18岁的时候，那些网络语刚出来的时候，我那种喷薄而出那种时髦感，说出那些网络语那种新鲜感，有木有？有木有？有。爷青回。我打。时代的眼泪。而且28不是你活到28岁的，18岁是活到18岁的，28是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28岁了。28不是21、22、23、4、5、6、7这么活的，不是，但是21啊，28了。前两天我看一个电视剧，一个人说他25岁，我还想哇，我应该叫他叫哥。28就是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不知道咋活了。其实25岁开始我就不知道咋活了，就是好像28、9岁你就做一件事，就等待30岁的到来，你就没有人给你人生意见。我觉得同样的尴尬，34岁的朋友应该也有同样的尴尬，因为明年就要找工作了嘛。我就是年龄焦虑嘛，但我知道在座可能有些30、40岁的，或者说更大年纪的朋友会说，你还在年龄焦虑上了，你到我们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，就焦虑。就是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使这个劲啊？你懂吧？一个年纪有一个年纪的焦虑，就是那些30、40岁的朋友，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不年轻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刚碰上，我们不是很适应的，我们不是就很多东西一直陪伴你的，就是突然有一天丢了，你再也找不到，嘛，精力就没了，精力走了，你也没有精力去追他了，而且。就是肾上腺素也没了，新陈代谢都没了，
你刚丢掉这些东西，你不是很适应。但是30、40岁的朋友好像完全不在乎这件事儿，完全不在乎。两个人喝着酒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什么东西掉了？没事儿，干。”无所谓。为什么说中年油腻？中年油腻，因为代谢不掉。你懂吗？就是他28吃那碗葱油拌面，到了36还没代谢完呢，他代谢不动了，你懂那种感觉吗？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就知道了。很多体验都不一样了。谈恋爱就不如20岁、22岁那时候谈恋爱了啊！那时候谈恋爱真是纯爱。20岁、22岁谈恋爱那真是纯的荷尔蒙、纯冲动，天雷勾地火、宝塔镇河油，他们就爱，他们不用考虑任何后果，就爱。我讲实话来说，22谈恋爱跟76谈恋爱是差不多的。是吧？不用考虑任何什么结婚、生孩子、买房、买车，没有那个能力。我说的话都是一样的。你前任呢？死了。小火慢炖，炖熟了。爱的太剧烈了，我现在不行。就是28谈恋爱，你得开始过日子了，你得互相迁就、互相忍让了，你得会提供情绪价，你得把马桶盖掀起来了，你得会煮红糖水，因为你确切的知道，就你长这样，年纪大会疼人，是你在婚恋市场上仅存的优点。是你，就是你大脑运转的速度跟不上这个科技社会运转的速度了，你能理解吗？就是我记得我20岁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我20岁的时候我大脑能转出火星子来，我都觉得科技发展的太慢了，我觉得科技真有点费劲。我刚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是那种移动互联网大爆发那个年代，啊，这些东西都刚出来，我当时就想，哇，科技会给这个社会造成怎样剧烈的变动呢？网约车，哇，合法的黑车，Mobile OFO， 一个骑不动，一个骑不了。是吧？那时候觉得科技发展的太慢了，现在不行，现在我求科技不要发展了，我真有点累了，我现在，那什么脑机接口啊，什么 AI， 我根本都用不上，我现在去打车连那个后备箱我都不会开。那次出差打车带一堆行李去开那个后备箱，他那个有1万种开的方式，他有的是要敲2下，有的是感应的，有的是有个按钮，我你每次都得跟那个后备箱划拳，我说你。怎么才能开？实在开不开，跑到车头那儿问司机，不知道为什么那种特会快车的司机永远不愿意摇窗户，也不愿意下车帮你开，就非得隔着个玻璃跟你喊。想不明白2025年怎么还有这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呢？好不容易把行李放上去，走到车门这，车门又不会开了。又得跟那个车门划拳，我说哎呀，你这，我就想科技这不是不是就划拳啊，朋友们？商场的感应水龙头，哎呀你。而且你好不容易坐上去了，你坐那种电车还特别容易晕车，啊，油车不晕，就电车晕，啊，对吧？哎，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晕车吗？因为你年纪到了，就你懂那种感觉吗？你就什么都不干，你光在这干坐着，就对科技犯恶心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说，谢谢你们到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俊，2楼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哎，你们好。这几年大家越来越注重饮食这个东西了，然后我前几天在一个追星的帖子下面也看见2个人一直在劝对方吃点好的。
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一下就开了。我也喜欢吃点好的。我每次去一个地方演出，都会尝一些当地特色，就是那种只有当地有，然后其他地方都没有的菜。但我有一个很复杂的心理，就是我一方面很好奇，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害怕。就是我觉得，如果一个菜大众意义上非常好吃，它一定会流传出去，然后流传到上海这种大城市，然后变成预制菜。但它至少可以流传出来。所以如果这个菜只有当地有，就是我会感觉，比如前几年我刚刚来上海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地方几乎可以吃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的菜，除了西湖醋鱼。上海没有一条西湖醋鱼，西湖醋鱼可能当年流传过来，第二天又流传回去了。江浙沪包邮是快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肯定不是杭州，离上海太远了。因为在上海，你可以吃到新疆菜、云南菜、深圳菜，也就是海南椰子鸡；新加坡菜、海南鸡饭。海南这个地方有点东西。我前几天落地海口，打开大众点评，排名第一，东北菜。全世界菜到处乱飞，西湖醋鱼静观其变。你在上海也喝不到一杯豆汁儿，一滴都没有。他们要从埃塞俄比亚飞10几个小时把咖啡豆运到上海来，京沪高铁4个小时，没有人送一杯豆汁过来。你在怕什么呀？啊，豆汁送过来以后抽了吗？当然，你要真的送过来，在路上就被人投诉了。家人们，高铁也打到臭车了。太有意思了。我有些北京的朋友就跟我说，北京最好的豆汁儿就是只有2环的胡同有，其他地方都没有。你听听这话说的，这只有2环的胡同有，其他地方他连2环都走不出来。3环的北京人去2环里面尝了一口豆汁儿，留在这儿。我怀疑北京之前其实只有2环的，它后面有那么多环，就是因为豆汁流传不出去，然后其他北京人他不走，那我走。去年的时候去新西兰演出，然后尝了一下新西兰菜，不是特别好吃。他们说新西兰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嘛，所以新西兰菜基本上就是英国菜。我说我知道英国菜很难吃啊，但我没想到它难吃到要用帝国主义殖民逼别人吃。你这也太难吃了！你就是张个嘴的事需要用枪吗？你用点豆瓣酱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这好吃就不需要殖民了，因为那次我们在新西兰吃的是川菜，没有四川人出去殖民的，没有四川人出去端着火锅，老子数到3，因为7秒就老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怀疑英国人根本就不喜欢英国菜，因为他们老出去殖民，他们感觉也不图啥别的，就是想出去吃点好的。他们都写出来想吃一些东方的美食，所以国旗上写了个大大的米字。他都写出来了，我想吃这个。当然，我觉得你要是就算流传不出去，你保持自己的特点，你也可以流传下来。然后我之前的时候看一个纪录片，他说我去这个地方探访一种濒危美食。什么玩意儿？没有濒危美食，美食是不会濒危的。濒危美食，我上一次看到这么有矛盾感的词组还是旺铺招租。为什么就可以？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段子，它就是那种即使你现场没有笑，然后你晚上洗澡的时候呢，没有濒危美食，你知道吗？美食是不会濒危的，没有人在街上喊救救北京烤鸭吧，没有人在吃北京烤鸭了。你今天禁止全中国所有人吃北京烤鸭，第2天也会有人在街上，我这里有一批新鲜的北京烤鸭。咱们找个小巷子把它卷了怎么样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是警察，逮捕一批质押团伙，缴获一批鸦片。
这个是吹风机吹头的时候。哦。没有濒危美食，你知道吗？但你今天禁止全中国所有人吃西湖醋鱼 ，OK？ 我没问题。你把西湖醋鱼禁了，西湖醋和那条鱼都会感谢你。这是西湖醋鱼。你要有特点，你就不会濒危啊，因为豆汁儿还在，它很特别，它特别难喝。所以它有2批受众，第一批是那种正宗的北京大爷大妈，他们占总人口数特别少的一部分，他们很小众的，他们比玩那种死亡重金属的还小众一点。另外一批就是我这种游客，豆汁能有多难喝呀？能有多难喝？给朋友带一杯。当然我没有成功带上高铁啊，不是因为有人投诉，是过安检的时候他让我喝一口。你总得有点特点才行吧，就算是豆汁儿，它至少健康，它能降火啊什么，它健康，你不能又难吃又不健康嘛。垃圾食品难吃那就是垃圾啊，你总要有一点特点才行吧。这也是今年导演组跟我说的话。俊啊，你总得有点特点才行吧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能老是这么冷静的讲那种观察段子，你知道？你不能等到别人回去洗澡的时候才笑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们现场就要投票了，我们不是在洗澡的时候投票，你要现场就炸，你要炸，你要让观众喜欢看炸，你要上情绪。我说，炸的也不健康。炸的也不多少吃，这营养均衡一点，对吧？什么的，我现在贼烦那些炸的，他每次炸完我头疼，他们炸完我现在属于是反炸脱口秀。谢谢大家，我张俊，谢谢。